在录了。哦，不要录啦，不录了，我不要录了。哦，为什么会抽到那个啦？昨天晚上聊天说要抽四生物，四生物就是我们昨天吃宵夜聊天的时候选出来4只最难做的。第一只就是1:72的萨萨比，1:72的萨蒂利，还有1:24的 EXS 的头。这3只我都很喜欢，但是我都没抽到。第4只你抽到什么？解体降机啦！我天哪！解体降机都完成了，你还要做什么东西？要把它解体、褪色、重新刻线，再做、再组合、再做成新的解体降机。所以这是里面我最不想做的。好，今天我们要跟各位朋友分享的就是呢，这一台传说中的解体降机。那牛钢弹呢，它最经典的就是它有精神感应框架。他们当时在研发的时候，在这个框架里面呢，装了精神感应的元素。その大義のアイデアがヒントになって、うちの材質開発部がフレームの中に同じ性能を持つものを内蔵したんです。フレームの中に内蔵？ええ。このコンピュータチップが言ってみれば金属粒子並みの大きさでフレームに封じ込めてあるんです。所以呢，它就造就了这个人与机器人的连结。当你想什么，它就会跟着你做动。所以呢，是一台性能非常好的一个机体。那这一次我们呢遇到了一个非常疯狂的客户，他买了这个解体降机，他连拆盒都没有拆盒，他就跟我说：“请问你们这边可以接受解体降机的代工吗？”然后我想说，解体降机要代工什么东西啊？这不是已经做好漂漂亮亮的就这样子吗？他说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涂装，还有一些精细度的表现呢。他觉得在这样的比例下呢，只做到这个程度是非常可惜的。或许我们也可以挑战看看，
来制作出一台传说中的解体酱机。一开始呢，我们是找我们的朋友合资品啊，帮我们把它全部拆开。那他们拆的时候呢，他们会很怕拆坏，我就说没关系，你们就放心的去拆。拆坏的地方呢，有我在，我全部都会修好。拆完以后呢，我们就请了我们的一个模型好朋友传说先生，他必须把上面全部的漆全部退掉，然后退掉以后呢，他要帮我打磨到1000号。接下来呢，更辛苦的部分就是我们要帮他做显微手术，它是1:60的比例，所以对我们来说，它应该可以进行更大量的分色、更多的细节、更多的改造。那我们现在就帮它进行显微改造吧。经过呢，我们利用一些宽刀的搭配，我们制作了很多头部上面的这些凹槽。有一些部分呢，就是透过不同的刻线造型，然后让它之后呢可以分不同的颜色。做坏的地方，我们就用黑胶先填补起来。那些地方呢，只要喷灰以后呢，其实都是看不到的。然后它在开模的时候啊，其实它这个边缘啊有很多的毛边。那这次呢，我们就用我们这 MT19的这个工具，然后像这个是600号，直接就把号码打在上面。这种蚀刻片啊，在这种小细节的地方处理非常的方便，不然它有一些毛边没有清干净。然后再来我们就换800号，然后就是这些小的毛边，我们全部都把它处理好。然后这个 MT19啊，我们这次做了3种造型，就是有宽的长方形、三角形跟细的长方形。那这次比较特别，就是从240号到1000号，我们都标注出来，而且这次的厚度呢增加到0.4，所以对于修模来说呢是非常方便。有很多地方呢需要进行分色，像它这个金色的金属炮口这边啊，它现在是粘死的。那我们当时在拆解的时候啊，也经常使用到这个超音波刀，基本上呢就是要把它整个强制切除，可是呢又不能从外观上看到瑕疵。所以要非常的小心，这一旦切坏了呢，就是我们得再花几万块买一个素材回来做，慢慢融化，慢慢融化。那你看这整块肉，几乎有些不是用切的，是我们用红的溶到让它没有底座，然后它只剩下最上面的接着面。成败与否就看这时候了。你看，透过我们千辛万苦，我们终于做了拆件。然后我们到时候上色呢就会比较轻松。那在拆件的过程呢，一定会有一些破坏，我们又要再做一些修补，所以真的很难。经过前面呢辛苦的拆解、打磨、去漆，还有这么多的前置作业，我们现在就来去喷灰，给大家看我们具体到底改了哪些东西。那一开始呢，我们可以先看到头冠的部分哈，它本来的造型是平的，所以呢，我利用胶板把它延长，然后让它有个高低差，这样看起来比较立体。那延长之后呢，我们还做了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刻线，就是例行线，然后搭配一些短线。那这个作用呢，就是到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头冠分成3个颜色，左右脑勺它可以往后拉的这个部分呢，我们也是做了一些宽线。那左右2块可以打开的这个脸呢，我们也是加强了一些新增的小区块。它的后裙摆就是后脑勺下面的那一块盖子啊，我就做了一个环状的高低差的一个刻线。左右的脸颊其实这次也做了一个特别的一个 U 型的开孔，然后跟一些小地方的刻线。
还有一些毛边的去除。那这些东西呢，看起来没什么，可是都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，包含你们看到的所有的这个刻线啊，都是重新再刻过一次。而这一次改动最大的地方啊，其实就是脸部，就是眼睛下方到脸之间呢，大家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机械结构，就是让它的脸的立体感更加强。可是，在原始的套件里面呢，它整块是白的，而且没有把那个结构感做出来。那在那边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呢，重新刻线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钢弹的脸颊旁边呢，一定会有2条线。不知道为什么解体相机这次开模呢，它并没有把那个东西做出来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要自己重塑那2条钢弹的线。钢弹的这个2条线刻完以后呢，我们也利用一个短的凹槽，让它看起来这种装甲的层次感更加强烈。而这一次动的最大的手术呢，就是我们还把脸做了一个缩脸的手术。如果你脸小，你就会觉得整体看起来更精悍、更精密。那以上呢，就是这一次头部所做的改造。那我们在改造的过程呢，就已经有朋友在关心我们说，这台解体相机到底好不好拆？然后他也想要拆开来，然后重新打磨啊，做无缝啊，再重新上色，就算不改造。我跟你们说，千万不要。我们是头已经洗下去，牛头已经洗下去，然后身体也拆开了，然后该花的钱也花下去了，然后也答应客户要做了，逼不得已了。而且我们想要在人生活着的这个当下，看能不能制作出一些让自己觉得非常美好的回忆。那如果你也想制造这么美好的回忆，我建议你们拆莎莎比啊。那这样子我就不用拆莎莎比了啊，我做牛钢，你们做别台吧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，下次见，拜拜。點解我係有2台解體重機呢？我兄弟爛支橋送俾我嘅，好。點解我係有2台解體重機呢？係我兄弟爛支橋送俾我嘅。因為我哋係自大雙驕啊，上下製作公司請報名喬老師嘅喬老師嘅線上課程啦，拜拜。